我是查理芒格。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些话，可能会让金融服务行业的很多人对我感到非常不满。但我今年已经99岁，投资生涯超过70年，也积累了数十亿美元的财富。现在我完全不在乎言辞是否得体或委婉了，所以请允许我坦率地说，过去几十年里，金融服务行业一直在误导你们。他们让你们相信，投资是一件极其复杂、困难且充满风险的事情，因此必须依赖专业人士的帮助，需要理财顾问来管理资金。因为你们不够聪明，学识不够渊博，经验也不足，无法独立进行投资。而这个谎言，仅仅是这个谎言本身，已经让美国公众损失了数万亿美元，这包括了不必要的费用、佣金以及错失的投资回报。我将揭露这个谎言是如何运作的，它为何如此具有破坏性，以及你们应该采取的替代方案。我必须提醒各位，如果你们目前正在付费让财务顾问管理资金，那么我接下来要揭示的内容可能会让你们感到非常不适。你们很可能会意识到，多年以来，甚至长达数十年，你们一直处于被剥削的状态。但这正是掌控你们的财务未来，真正积累你们应得财富的第一步。这种不适感是必要的。请允许我从我自身早年经历说起。这段经历让我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道理。上世纪60年代，当我还在做职业律师，并且刚开始构建自己的投资组合时，我有一位在华尔街大型公司工作的经纪人。这位备受尊敬的先生在一家声誉良好的公司任职，并且得到了我认识的其他律师的高度推荐。他会定期打电话给我，提供股票建议、推荐名单以及买卖策略。和大多数人一样，我最初信任他，因为他看起来非常专业，知识渊博。他总是使用听起来很专业的术语，并且掌握着我无法获得的各种研究报告。于是，我按照他的建议操作了大约2年时间，按照他推荐的买入，按照他建议的卖出，并且每笔交易都支付了佣金。2年后，你们知道结果如何吗？我的投资组合基本上没有任何增长，2年的总收益只有3%或4%，勉强跟上通货膨胀的水平，明显不如整体市场的表现。但真正让我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是，我开始计算这2年间支付的佣金和手续费总额，总计下来，我竟然向这位经纪人支付了超过7000美元的佣金。在1960年代，这绝对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7000美元换来的建议几乎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收益，却为他创造了稳定的收入。那一刻，我才真正理解了金融服务行业商业模式的根本性缺陷。这个谎言并非在于所有的理财顾问都是想要窃取你财富的坏人，尽管这类人确实存在。真正的谎言更加隐蔽，因此也更加危险。这个谎言是他们声称自身的利益与你一致，声称你盈利时他们也盈利，声称他们与你同属一个团队，声称他们为你服务，但事实恰恰相反。理财顾问通过收取费用和佣金获利，无论你最终是盈利还是亏损。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当你做出损害你投资回报的行为时，他们反而能赚取更多的收益。让我具体分析一下这种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因为大多数人并不了解金融服务行业的激励结构，
而这种无知正在让他们损失巨大的财富。当你与一位普通的理财顾问合作时，他们会通过多种途径来获利。首先是资产管理费，这通常是按照投资组合总值的1%到2%来收取的。这看起来比例不高，但对长期的财富积累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让我用数据来说明。如果你投资了50万美元，每年支付5000美元的管理费，这相当于每年损失了5%的投资收益。这或许听起来不多，但对于长期的财富积累来说，绝对是毁灭性的打击。让我再用数据来说明。假设你投资了50万美元，每年支付1%的管理费，持续30年，按照一个合理的市场回报率来计算，这1%的费用将会导致你损失大约40万美元的财富，花费40万美元请人来管理你的资金。而我将证明，你完全可以自己做得更好，并且保留所有这些资金。但更糟糕的是，许多顾问还会从他们销售的产品中抽取佣金。他们会引导你投资主动管理型共同基金，并从中获取回扣。他们会推销一些包装成投资工具的保险产品，以此来赚取巨额的佣金。他们还会推荐一些锁定资金的年金产品，并从中收取高额的管理费。而最阴险的部分在于，从技术层面上看，这一切都是合法的。所有的条款都隐藏在那些没有人会仔细阅读的细则里，但本质上这是一种腐败。它构建了一个体系，让理财顾问通过提供那些未必符合你最佳利益的建议来获利。让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一个理财顾问可能会推荐你将资金投入到一支收取1.5%年费的积极管理型共同基金中，并且从中获取佣金。他们也可能推荐你投资一支年费仅为0.03%的低成本指数基金，而这种基金不会向顾问支付任何费用。你认为他们会推荐哪一种呢？显然是那个能够让他们赚钱的，而不是真正对你有利的那个。他们会用听起来很专业的术语来辩解，比如主动管理、专业选股、跑赢大盘等等。这些听起来都很美好，但几乎从未真正实现过。大量的研究表明，在长期投资中，超过90%的积极管理型基金的表现都逊于简单的低成本指数基金，尤其是在扣除相关费用之后更是如此。但理财顾问仍然不断地推荐这些高费用的产品，因为这才是他们的收入来源。这就是那个谎言，他们并非为你服务，他们为自己工作，而你付费换来的所谓专业建议只会让你越来越穷，让他们越来越富。现在让我来回应你们心中必然存在的疑问。每当我阐述这个观点时，人们总会反驳说，查理，可我不是专业的投资者，我不懂市场的运作，也没有时间管理自己的钱，我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对此，我要说出我60年来始终如一的忠告。这正是金融服务行业希望你们相信的。他们花费数十亿美元进行营销宣传，让你们相信投资复杂的难以置信，必须依靠专家的指导，而自行操作则充满风险。但事实并非如此，只要遵循基本的原则，避免做愚蠢的事情，投资其实非常简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通过保持简单并规避昂贵的金融专业人士的建议，
你的投资表现几乎肯定会优于付费寻求专业帮助的情况。让我用数据向你证明这一点。如果你将资金投入到低成本的标普500指数基金并持有30年，你将会战胜该时期大约90%的专业基金经理。同时，你还能省下数十万美元原本应该支付给基金经理的费用。你不需要任何专业的知识、复杂的分析或者专业的建议，你只需要买入指数基金并长期持有，仅此而已。但这种建议无法为金融服务行业创造佣金收益，因此他们永远不会建议你这样做。相反，他们会告诉你，你需要主动管理，需要复杂的策略，需要他们的专业知识。这些都是自私的胡说八道，其目的只是为了从你身上榨取费用。让我告诉你们一项研究，我记得是在2000年代初进行的，它完美地揭示了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分析了数千名个人投资者自主管理资金与使用理财顾问的回报率，结果令许多人震惊，但在我看来却毫不意外。自主管理资金的个人投资者的平均收益竟然高于支付财务顾问费用的群体，尽管这些自主投资者既没有专业的培训，也没有相关的资质认证。这怎么可能呢？原因有2点。首先，自主投资者无需支付1%到2%的年费，因此能够保留更多的投资收益。其次，关键在于自主投资者倾向于保持投资策略简单化并减少交易频率。他们购买指数基金或者优质的分红股并长期持有，而聘请理财顾问的投资者则不断经历投资组合、频繁调整、买卖操作、资金调配，由此产生的手续费、佣金和税费严重侵蚀了投资回报。专业建议的危害甚至超过了没有建议的状态，因为这些建议本质上是为了制造费用，而不是创造收益而设计的。这是金融服务行业不愿提及的肮脏秘密。多数情况下，自己打理比付费咨询更划算。现在让我分享我的思考框架，何时如果需要的话，才真正需要理财顾问。我并非主张所有人都不应该使用顾问服务。我的意思是，95%的人不需要顾问，也不应该为此付费。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才能真正受益于专业的理财建议呢？如果你面临极其复杂的财务状况，比如拥有多家企业，需要涉及信托和多代人的复杂遗产规划，或者你的税务状况需要跨司法管辖区的精密规划时，那么聘请专业人士确实能带来价值。但请注意，我强调的是专业领域的专家，而不是通才理财顾问。税务规划需要聘请税务律师，遗产规划需要聘请遗产规划律师。特定的规划问题可以咨询拥有 CFP 认证的理财师，并且是按小时支付他们的专业服务费，而不是将你资产的百分比交给他们管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你们的财务状况远未复杂到需要这些服务。如果你是一位拥有稳定薪资、持续积累储蓄、进行退休投资的专业人士，你的财务状况其实相当简单。即便你自感复杂，也只需要做好几项基础工作，最大限度地向税收优惠型退休账户缴存资金，将这些资金投入到低成本、多元化的指数基金中，长期持有这些投资，数十年不动摇，保留6个月的生活费作为应急现金，避免不必要的负债，合理的购房贷款除外。
仅此而已。你不需要理财顾问来告诉你这些，你不需要复杂的策略或者繁琐的产品，你需要的只是自律和耐心，而这些品质是无法外包给任何人的。总之，让我分享一下我多年来如何打理个人资产的经验，因为这恰恰印证了我正在传授的投资原则。自从1960年代解雇那位经纪人之后，我再也没有与任何理财顾问合作过，一次也没有。此后60载，我始终自主管理所有的投资，最终成为了亿万富翁。当然，我享有独特的优势，与沃伦·巴菲特紧密合作，接触到大多数人无缘的机遇。我并非主张你们复制我的成果，但核心原则始终如一。我坚持简化操作，只投资于我真正理解的企业，长期持有资产，避免频繁交易，不试图预测市场时机，并且不向中间商支付佣金。简单、自律、耐心的投资之道才是制胜法宝。你们完全可以不支付任何财富百分比的佣金来实现这一点。让我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来说明。假设你40岁，现有20万美元积蓄，年收入15万美元，未来每年可以存下3万美元。你咨询了一位理财顾问，对方建议你投资一个主动管理型基金组合，该组合收取1%的年管理费。假设在未来25年直至65岁，你最终积累了200万美元，听起来很不错，对吧？但如果你自行操作，将相同的资金投入到一只费率仅为0.1%的低成本指数基金，而不是1%，资金按照相同的市场利率复利增长，但通过避免支付顾问费，你在25年间每年可以节省0.9%的费用。这意味着你最终的收益将从200万美元增加到大约240万美元。仅仅因为自主管理，你就额外赚取了40万美元。这40万美元原本会被理财顾问以咨询费的名义拿走，而这些建议是你根本不需要，甚至可能毫无注意的。但更糟糕的是，当你意识到理财顾问通常是如何处置你的资金时，你会发现他们不仅收取费用，还常常将你推入那些本身就收取高额费用的投资产品。于是你不仅要支付1%的顾问费，还要承担1%到2%的共同基金费用。这意味着每年有2%到3%的资产被各种费用蚕食，这对财富积累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我必须强调，费用是财富的无声杀手，你每支付1个百分点的费用，就意味着你少获得1个百分点的回报。在长期的复利效应下，这将产生巨大的差异。30年间，2% 的费用拖累将使你损失大约40%的最终财富。你几乎是将一半的资金拱手让给了那些几乎不提供任何价值的金融中介。这本质上是合法化的抢劫，但终究还是抢劫。而金融服务行业却极力将此正常化，让人们误以为这是投资的必然成本，人人都支付这些费用，理所应当。这绝非合理，而是荒谬至极，你理应为此感到愤怒。现在让我来揭露理财顾问为了收取高额费用而编织的谎言。理解这些谎言将有助于你在听到时立即识破它们。第一大谎言，你需要主动管理才能跑赢大盘。这是高收费最常见的辩护理由。他们会告诉你，他们的专业选股能力
研究实例和复杂策略，能够创造超越简单指数投资的回报，因此他们的收费是物有所值的。但数据压倒性地证明这是谎言。在任何有意义的时间跨度内，绝大多数主动管理者都无法跑赢大盘，尤其是在扣除费用之后。即便在少数能够在特定年度跑赢市场的管理人中，极少有人能够持续多年保持这种优势，这基本上是一种随机现象。而那些真正成功的基金几乎不可能提前识别出来。所以，为主动管理付费，本质上是在为一项统计上无效的服务买单。这如同找一位成功率仅为 5% 的医生，却支付高额诊费。在医疗领域，你绝不会这么做，但人们在投资领域却日复一日地上当受骗。谎言2，分散投资需要复杂的组合构建。理财顾问热衷于谈论资产配置，平衡不同资产类别、相关系数和有效前沿等听起来非常复杂的概念。接着他们会告诉你，构建一个合理分散的投资组合需要专业的知识，这纯属无稽之谈。分散投资固然重要，但实现充分的分散其实简单的不可思议。你只需要购买一只涵盖整个市场股票的指数基金，你立即就拥有了数千家跨行业、跨规模企业的股权，这就是真正的分散投资。如果你想增加债券的配置，购买一只涵盖整个市场的债券指数基金，此刻你就实现了股票和债券的双重分散。恭喜你，仅用2只基金，大约5分钟的时间，你就构建了一个充分多元化的投资组合。你无需财务顾问，无需复杂的分析，也无需支付持续的管理费。但如此简单的解决方案无法为金融服务业创造收益，因此他们刻意宣称这种策略不够完善，需要更复杂的方案，以便向你收取更多的费用。谎言3，择时交易与战术配置能帮助你规避亏损。当市场波动加剧时，理财顾问总喜欢强调他们是如何主动管理你的投资组合，比如转入防御性仓位、降低股票配置、保护你的下行风险等等。这听起来很美好，让你感觉你支付的费用是值得的，仿佛他们真的做了些什么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但研究一再表明，择时策略根本行不通，并且是持续的行不通。没有人能够可靠地预测市场何时上涨或下跌。那些成功躲过一次下跌的顾问，往往无法应对下一次，这不过是运气伪装成技巧。而主动交易的成本、交易费用、税务影响、管理费，几乎总是超过偶尔精准择时的收益。第4个谎言是，你需要专业指导来避免情绪化决策。这个谎言尤其阴险，因为它包含了一丝真相，反而更具说服力。确实，散户投资者常常会犯情绪化的错误，在市场暴跌时恐慌性抛售，而在市场高点时又贪婪地买入。他们会追逐短期表现，购买那些近期涨幅最大的标的，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问题。而理财顾问会告诉你，他们通过防止这些情绪化错误来创造价值。他们是那只能够稳住你、保持你投资纪律的手。但现实情况是，理财顾问并不能真正避免情绪化决策，他们只是转移了决策的压力。客户不再为市场的波动而恐慌，转而焦虑自己是否选对了顾问。他们不再追逐市场表现，转而追逐近期业绩最佳的顾问。
更常见的是，理财顾问自己也会在客户的资金上犯下情绪化的错误，他们终究也是人，同样会受到认知偏见和情绪波动的影响。解决情绪化投资错误的真正良方在于教育与自律，而不是付费让别人替你做决定。如果你掌握了基本的投资原则，如果你已经确立了长期的投资策略，如果你已经接受了市场波动是常态且短暂的，那么你就不需要付费请人来阻止你的恐慌，你只需要坚守你原定的计划。让我讲述一个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真实案例，它完美地揭穿了理财顾问能够保护你免受情绪化决策影响的谎言。我认识数十位委托理财顾问管理资金的人士，在2008年末到2009年初，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当市场暴跌超过 50% 的时候，你知道大多数理财顾问推荐了什么吗？他们建议抛售资产，转为现金，以保全剩余的资金。客户照做了，在市场的底部抛售，锁定了巨大的亏损，随后又错过了市场复苏的行情。与此同时，我认识的另一些人，他们没有理财顾问，他们在暴跌期间坚守他们的指数基金，要么是因为缺乏专业的知识，要么是坚信市场最终会复苏。这些没有接受专业建议的人，最终的收益远远超过了前者。他们挺过了崩盘期，并且参与了市场的复苏。那些付费获取并信任的专业建议，竟然比无所作为更糟糕。它摧毁了财富，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但人们仍然持续信任理财顾问，因为整个行业已经让他们深信自己需要专业的帮助。现在让我提供另一套框架，与其终生每年向理财顾问支付你资产 1% 的费用，不如这样做。首先，自学基本的投资原理，你不需要成为专家，只需要掌握几个核心的概念：股票和债券的本质，收益是如何产生的，分散投资的重要性，费用的影响，复利效应，长期投资优于择时交易。这些知识通过几周的阅读就能掌握。我推荐以下书籍：杰克·伯格尔的《共同基金常识》，伯顿·马尔基尔的《漫步华尔街》，以及沃伦和我多年来关于投资的著作。这些书并不复杂，他们是为普通人写的，他们将教会你成功投资所需的一切知识。其次，保持投资策略的简单性。我无法强调这一点的重要性，简单往往胜过复杂。购买低成本的指数基金，追踪广泛的市场指数。如果你想保持极度简单，只需从先锋 Vanguard 或富达 Fidelity 购买目标日期退休基金，选择与你预期退休年份相匹配的基金。这类基金会随着你年龄的增长自动调整股票和债券的资产配置比例，其管理费极低，通常仅为 0.1% 或更少。就这样，你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工作，你无需进行任何更复杂的操作。除非你真的热爱研究企业并且理解相关的风险，否则不需要投资个股。你不需要房地产投资信托 REITs、大宗商品、国际小盘股、价值基金，也不需要任何理财顾问试图推销给你的复杂产品，只需要持有覆盖广泛市场的指数基金数十年，并从你的收入中持续的定期的投入资金。这种策略很无趣，它不刺激，它不会让你在聚会上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可以讲，但它有效。
它比你可能做的几乎任何其他方法都更有效，而且成本几乎为零。第三，将一切自动化，这样你就不用费心思考，也不必依赖自律。设置每笔薪资自动转入你的退休账户的机制，将这些资金自动投资于你选定的指数基金。如果持有不止一只基金，每年自动再平衡一次。你越少思考投资的事情，越少主动管理你的资产，你的收益反而可能越好。因为每次你思考投资时，每次你查看你的账户余额时，每次你阅读市场新闻时，你都在制造犯下情绪化错误的机会。自动化处理，忘记它，让复利在数十年间发挥作用。顺便说一句，这正是富人真实的做法。他们建立自动运行的系统，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聚焦于创造更多的财富、发展事业或者享受生活乐趣，而不是纠结于他们的投资组合。第四，如果你遇到具体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定的帮助，请聘请按次收费的理财规划师来解答这些具体的问题。按小时付费，获取答案后就可以离开，切勿让他们持续掌控你的资金。不要支付资产比例作为报酬，不要陷入长期的顾问关系的桎梏，只需要在需要的时候支付专项的咨询费，其余的事情自己管理。此举每年可能只需要花费你几百美元，而不是数千甚至数万美元的顾问费，节省下来的金额非常可观，而且建议的质量往往更高。因为规划师没有动机去推荐那些能够持续产生费用的复杂产品或策略，他们只是回答你的问题，你只需要为他们的时间付费，仅此而已。这才是你应当看待专业理财建议的方式，一种按需购买的服务，而不是无论你是否获得价值都需要年年付费的持续性服务。现在让我回应我知道一些读者正在思考的问题。查理，如果真如你所说，为什么理财顾问行业依然存在？如果他们不提供价值，为什么这么多聪明人仍然会使用理财顾问？答案在于精妙的营销策略、监管俘获与人类心理的综合作用。金融服务行业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广告和营销，旨在说服投资者认为理财是复杂且令人恐惧的，必须依赖他们的帮助。他们资助研究来证明理财建议的价值，他们游说推动监管政策，使得个人投资者更难绕过顾问，直接接触到特定的投资产品。他们构建起完整的资质认证体系和专业协会网络，营造出一种专业权威的表象。同时，他们还利用人类的基本心理，尤其是将艰难决策外包的渴望，以及为获得安心感而付费的意愿，即便这种安心感并没有带来更好的投资回报。人们渴望相信有聪明的人在管理他们的钱财，有人比他们更懂行，有人在守护他们的利益。这种渴望如此强烈，以至于人们愿意为此支付高昂的费用，即便证据表明他们并没有获得相应的价值。这对顾问而言是绝妙的商业模式，但对客户而言却是灾难性的。更荒谬的是，经济形势越糟糕，理财顾问就显得越有价值，尽管他们根本无法真正保护你免受经济衰退的风险。当市场动荡，人们心生恐惧时，正是他们最愿意付费寻求建议，聘请理财顾问，购买这份安心的时刻。
但恰恰是在这个时候，你最有可能获得错误的建议，因为顾问也是凡人，他们同样心怀恐惧，极有可能犯下与客户相同的情绪化错误。只不过现在客户正在为这项特权买单，让他们用自己的钱替自己犯错。如果退后一步客观地审视，你会发现整个体系荒谬至极，但人们早已被灌输了需要专业帮助的观念，以至于从未质疑过。让我再举一个切题的具体例子。我有一个朋友，暂且不点名，是一位成功的医生，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与一位理财顾问合作已经有20年了。这位顾问收取1%的年费，将我朋友的资金分散投资于10几个不同的共同基金，每个基金都有自己的费用，进行频繁的交易，采取积极管理，应有尽有。几年前我看了他的投资组合，并计算出当你把顾问费和基础基金的费用加起来时，他每年支付的总费用约为 2.3%。20年来 2.3% 的费用吞噬了数十万美元的收益。我将他的实际收益与如果采用一个简单的3元资产配置，全美国股票市场、全球股票市场、全球债券市场，并按照他年龄合理配置比例的理论收益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他本可以多获得大约 40% 的资产，整整 40%， 这就是他的理财顾问实际造成的损失。当我向他展示这份分析时，他深受打击。整整20年，他支付给那个他信任、以为在帮助他的人，而这个人实际上让他损失了数百万美元的财富。但关键在于，他并非特例，每天都有数百万民众遭遇着同样的境遇。他们辛勤工作，赚取丰厚的收入，勤勉储蓄，却将巨额的财富拱手让给了那些价值微薄的金融中介。那么，如果你正在与理财顾问合作，该如何应对呢？首先，切勿惊慌，不要立即做出任何改变，但要开始提问，明确地询问你的顾问他们的薪酬结构，是按资产比例收费，还是通过推荐产品获取佣金？他们的收费方式是否存在任何利益冲突？如果对方对此不愿完全透明，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其次，要求他们证明他们的收费是合理的，他们提供了哪些具体的价值，足以支撑每年收取 1% 或更高比例的资产管理费。在扣除所有费用之后，相较于普通的指数基金，他们为你创造了多少实际的回报？如果他们无法给出清晰可量化的答案，这就是另一面警示旗。第三，精确地计算你实际支付的总费用，将顾问费、基础基金的费用、交易成本以及其他杂费全部加总起来。大多数人根本不清楚自己实际支付的金额，因为这些费用被刻意的模糊处理了。但你必须知道真相，而当你知晓之后，你需要自问，这笔支出是否与你获得的价值相匹配。残酷的真相是，对大多数人而言，答案必然是否定的。这些费用毫无价值可言，你支付的正是那些你根本不需要的服务。如果真是如此，你必须做出改变。你需要解雇你的理财顾问，将你的资金转移到低成本的券商，比如先锋或富达，投资简单的指数基金，并掌控自己的财务未来。这会令人恐惧吗？是的。初期会感到不适吗？绝对会。你会质疑自己的决定吗？
大概率会。但是，作为一位拥有70余年投资经验、积累了数十亿美元财富、见证过数代人各种投资策略的人，我郑重地告诉你，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这是正确的选择。你不需要理财顾问，你需要的是知识、自律以及一套简单低成本的投资策略，仅此而已。请允许我用这句话作为结尾。理财顾问最常编织的谎言，其实与投资本身无关。这是一个关于你身份的谎言，他们明示或暗示你缺乏管理个人财富的能力，暗示你不够聪明，教育不足，缺乏自律，需要他们来代劳。而这个谎言之所以特别有效，是因为它触动了人们内心深处的不安，对犯错的恐惧以及冒名顶替综合症。但事实并非如此，你完全有能力管理自己的钱财，你不需要特殊的专业知识、资质证书或者内幕消息，你只需要掌握基本的原则，保持简单，保持耐心，避免向中间商支付不必要的费用。如果你足够聪明，能在本职工作中获得丰厚的收入，你就足够聪明管理自己的钱财。别让金融服务行业误导你，别让他们从你身上榨取数十年的服务费，那些你根本不需要的服务。掌控你的财富，自我学习，保持简单，最终你会比付钱请人代管时积累更多的财富。这就是他们不愿让你知道的真相。